你以為把孩子送進1年學費30萬的國際學校，每天接送孩子就像演《小時代》，或者是我是個媽媽，我需要鉑金包裡描繪的，接送孩子也要精緻到每一根頭髮絲，然後人手一個愛馬仕嗎？甚至我記得有人認真的問過我一句話，他說：“聽說你們學校的孩子都用人民幣擦皮鞋，這是真的嗎？”我兒子從北京到清邁讀了7年第一梯隊的國際學校。今天作為一個老學長的媽媽，我想来聊點大實話。現在的國際學校呢，用錢鋪路，我覺得已經是過去式了，因為大環境变了。那些動不動勸你不月入多少多少萬，別讀國際學校的販賣焦慮，我覺得聽聽就行了。在學校裡，我看到最多的反而是背着學校 logo 帆布袋的媽媽们。今天這期視頻呢，我想撕掉這層貴族濾鏡，聊聊這7年裡我經歷過的關於國際學校的3個巨大誤區。不想教育任何人，純粹是把我踩過的坑，算過的賬，大白話攤開給正在糾結的家長們看。第一個誤區就是大家一提到國際學校呢，就覺得那是貴族學校，是有錢人去的地方，好像裡面的媽媽人手一個愛馬仕，帶着鴿子蛋，每天聊的都是上億的生意。的確，國際學校的學費很貴，就拿我兒子在北京的學校來說，學費是遞增的狀態，大概每年在30萬左右吧，還不包括校車呀、餐費呀，還有一些課外班的費用。然後清邁這邊呢，學費會便宜一些，但是每年也要10幾萬，而且每年也在遞增，就是每年都在漲價吧。這肯定是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的，這一點我不否認。但是這也並不意味着就是學校裡全是清一色的富商、富豪或者權貴或者明星。當然不是說那個國際學校裡完全沒有攀比的現象啊，只是說，它並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樣是每天的日常。在北京的學校裡，確實有不少社會名流、明星啊、大企業家的孩子。在清邁這邊的學校呢，也會有一些泰國的這些企業家的孩子。但同時呢，在國際學校裡，其實有一部分家庭經濟條件它並不誇張，甚至呢可以說是舉全家之力讓孩子接受這種國際教育的家庭。當然，我這裡說的這種條件普通，並不是指就是付不起學費，就是像那個《長江7號》裡面演的那樣，不是這個意思，而是相對而言，可能並沒有就是上億呀或者幾千萬呀這麼多的財富吧。而且我覺得每個家庭對錢的分配它是不一樣的。就比如說有人有100萬吧，他會優先買房買車，有的人呢會優先投資自己，也有人更願意把錢放在教育上。但是在學校裡我看到的怎麼說呢，就是不是就是每天穿金戴银的家長，很多媽媽穿的很普通，也不是說人人都天天拿着愛馬仕去接送孩子或者怎麼樣，大家反而很愛背就是学校家委會售賣的那種幾10塊錢的有學校 logo 的帆布袋，這是一個常態。怎麼說呢？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多元的社區，它不是一個某一個固定的畫像。就是我覺得就像任何一個圈子一樣，它會有各种各樣的人，國際學校也是一樣的，大家會穿着就是自己覺得得體呀、舒服的衣服，並不是外界想象中的每天都是奢靡或者魔幻的那種修羅場一樣的那種场景。整體給我的感覺就是这裡是一個自由包容的社區。第二個誤區呢，就是很多人覺得孩子送去國際學校是因為孩子捲不過公立學校的孩子，是去逃難去的。其實並不是這樣的，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因為國際學校的學習同樣是很辛苦的。這裡我先不展開說，很多家長私下也會補學術啊、補體育啊這些事兒。單說國際學校本身的學習強度其實就挺大的，並不輕鬆，只是說它的辛苦的方式變了。特別是到了中學之後，項目制的這種學習會明顯的增加，孩子需要自己查海量的資料，然後做展示、寫報告、上台演講等等。很多作業它不是說我1天或2天我就能完成的，可能要持續1個週、2個週，甚至以月為單位，反覆的修改。這種情況就是經常發生的，甚至有的時候孩子可能還會因為要寫一個什麼報告之類的要熬夜。这种辛苦跟大家就是
跟大家所理解的那种快樂教育其實是不一樣的。我覺得這種狀態更像是成年人工作狀態的一種提前的體驗。孩子們是很辛苦，但是他沒有那麼痛苦。我在做一件自己想做也認可的事情，並且願意為它投入精力，而不是說被推着被逼着變成一台不停運轉的訓練機器。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其實在國際學校的這種課程體系裡面，他們每做一個項目你的內容細節想用什麼方式呈現，其實都是孩子自己選擇的，當然是在一定的大的這種主題的框架之下啊。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就是我兒子現在學校，他每到1到2個月呢，就會有一次這種叫學習慶祝分享會吧，就是他們比如說學了一个內容一個內容單元，然後呢他們就會做一個這種學習報告出來。這個報告呢，它不一定是文字的，不一定是說我寫一個文字的那種論文，不是，它可能是一個演講，可能是一個實物的展示等等。而且這個報告呢，它也並不是說就是為了這個展示而做的，而是它在這個單元的學習過程中就貫穿在這個裡面，就是讓孩子自己去選一個項目，然後從這個項目裡面去學習。說一個最近的例子吧，就是他們有一個單元是關於 force 的，就是力學的。然後呢，我兒子跟他的同學呢，就2個人一組，就選擇了那個紙飛機飛行距離的這個項目。然後它是一個空氣動力學的範疇。他們研究什麼呢？就是研究各種不同的折法的紙飛機都能飛多遠的距離。比如說為什麼這個形狀的飛機飛得遠呢？然後為什麼那個形狀的就是飛不遠呢？然後在這個項目裡呢，看起來他們每天都在疊這個紙飛機每天都在做這個手工課，一直不停的在疊這個紙飛機。實際上他們涉及了很多的知識。我在這裡坐一會兒。比如說為了讓這個紙飛機他們為了讓這個紙飛機飛得更遠，他們就需要不斷的提出假設然後設計實驗，收集數據，並且分析結果。比如說它這個不同的機翼和機頭的形狀都會影響到飛行的表現嘛。然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就會接觸到空氣動力學和力學的基本的概念，比如說重力呀、升力呀、推力呀。就比如說那個它投掷這個紙飛機的時候，給予這個飛機的初始動力就是推力嘛。然後包括阻力，還有這個重心的這些概念，包括就是反正就是力學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吧。然后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還會學會什麼呢？比如說一些平衡與穩定性啊，變量的控制啊。然後他們還要學會統籌啊，他們要知道去收集資料，對吧？他們要去查一些資料怎麼疊啊，搜集別人怎麼疊，哪個飛機飛得遠，哪個飛機飛得快的一些數據啊，包括這個裡面統籌和數據記錄與分析，這都是他們在這次的學習過程中所接觸到的一些概念。更重要的是，我覺得他們還學到了一種科學思維，就是比如說，當這個結果不符合他們的預期時，不是簡單的說我失敗了，而是思考我為什麼這架飛機會這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兒，然後呢，他們再去調整設計，再次驗證自己的想法。所以看似呢，他們呢是在疊這個紙飛機，實際上呢，他們是在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學習物理啊、工程學啊、數學啊，還有這個科學研究的方法。所以我覺得一個好的項目式的學習，不是讓孩子就是去死記硬背重力、升力、阻力都是什麼意思，一個字不能差，對吧？而是在一次一次的紙飛機的墜落和飛翔中，真正理解這些概念。我覺得這個對孩子來說，他就是為什麼大家一直在提內驅力，我覺得就是這個項目本身就孩子自己選的，是他們自己感興趣的話題，所以他們也更願意去投入的去做這些事情，甚至非常辛苦的去查閱資料，請老師請我們幫忙來完成自己選的這個項目。所以你說這種學習不辛苦嗎？有內驅的這種學習方式也一樣的辛苦，只是說它辛苦的方式不同。然後呢，這個領域我們說的比較多，然後說第三個誤區。第三個誤區也是大家吐槽比較多的，就是很多人覺得說國際學校的孩子的學科成績很差，尤其是數學。確實從表面上看好像是這樣的，就比如說國際學校他們三年級的時候還在學那種基礎的加減法，然後到了4年級的時候呢，除法呢到現在反正也不是很熟練吧。但是成績好不好，我覺得這個本身就取決於
你用什麼樣的標準去衡量？比如說你用同一套這個公立學校的數學試卷來考的話，公立孩子可能他能考個98、100分，就是90多分吧。而同年龄的这个国际学校的孩子，可能我覺得都不一定能及格。這樣對比好像就是顯得成績很差。但是國際學校學數學的目的本來它就不是為了那張試卷，它更看重的是邏輯思維啊、數學思維以及解決問題的一個過程。而且這個國際學校它其實有自己的一個評估體系，不是說他們就沒有考試。比如說我兒子在小學低年級的時候呢，在北京用的是那個 SAT4 的一個測試，然後到了這邊來之後用的是一個叫 MAP 的一個測試。它這兩種體系呢，其實與其說是考試，不如說是一種評估吧，更為準確。它測的本身不是說你會不會做題而是你怎麼理解語言、數學跟空間的關係。比如說在低年齡的階段吧，他們會考的那個內容大部分都是找規律呀、畫圖啊，去讓你找到這個不同的圖形之間的規律，然後它出一個這個地方應該放什麼圖形的，類似這樣的題目，而不是說直接列出來加減乘除法這樣讓你算。然後到了高年級呢，更多的就會出現一些跨學科的題目了，比如說他會把數學、科學還有這個現實問題放在一起來考察吧，就是其實更多的是一種你對於語言的一個理解能力，我覺得在這個裡面它會更就是會更重要。這些題目更側重的也是理解、推理和應用嘛。同樣的測試，如果說你讓公立的孩子來做，我覺得也未必能得到很高的等級。所以這裡真正的問題是，你用什麼標準來衡量這個成績好不好？有的時候我覺得可能就是說這個東西，就是這個孩子成績好，那個孩子的成績不好，我覺得每個人用的標準是不同的，也可以這麼說吧，其實是大家跑的賽道可能本來就不一樣，對吧？然後最後呢，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想說一說關於英文的一些實話，就是就並不是你每年花了幾十萬的學費，孩子就一定會更優秀，或者說英文就一定會更好。拿英文舉例子吧，就是我記得我兒子幼兒園的時候呢，身邊就有挺多的小朋友，就是家長送小朋友去那裡的初衷呢，就是希望孩子通過，因為是外教嘛，就希望通過幼兒園的這2-3年的時間呢，建立一個很強的英文自信，這樣他們在進入這個小學之後呢，可以擴大語言優勢，然後後面就會很輕鬆。特別是英文方面啊，然後就是怎麼說，很多家長就覺得說，我在這個幼兒園裡，這個在所謂的敏感期打好了這個英文母語的這種啟蒙水平的話，以後就會英文學習就不成問題嘛。但是往往現實呢很打臉，在幼兒園上了1-2年之後，他們就會發現孩子其實根本就不開口說英文，或者說會說一些簡單的單詞，但是你讓他看書啊，理解就是英文，完全基本上是很難的，基本上不太可能的，至少是沒有家長們想象中的這種很大的提升吧。其實因為這裡面涉及到的，它不只是一個英文的，就是日常交流的英文問題，而是涉及到英文的理解呀、應用啊等等的能力，這是需要時間的。曾經我聽過一個就是關於語言類的專家吧，他講了一個講座，他說我覺得那個講座給我印象特別深。當然其實我們也是有一點焦慮的，就是孩子在幼兒園的時候好像，對吧，天天跟外教在一塊兒，怎麼好像還是不能說得很流利呢？然後他就說，這個專家就說，他說像這種接觸雙軌語言的，就比如說英文跟中文雙軌的語言的孩子，他即使在浸潤的環境中，就是他有這2個語言的浸潤，你還要想他語言有質的飛躍，都需要至少7年的時間。也就是說7年之後有可能接近母語的水平。但你說這7年呢，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一直要從幼兒園一直讀到小學的4年級，對吧？對於着急的看到成績的家長來說，還是挺漫長的。所以那些指望短期內大力出奇蹟的家長，真的會非常焦慮。然後呢，我在就說到這個，我想起我在那個社交媒體上經常看到一個說法，就是國際學校的孩子為了這個藤校啊，為了卷藤校，因為很多是為了去爬藤才上這個國際學校的，然後為了卷藤校卷得頭破血流。然後有人就開始計算了，說我投入了多少啊，然後產出多少啊，甚至有人現身說法，說10幾年我砸了幾百萬，最後孩子去麵包店打工，勸大家千萬不要走這條路，甚至有的孩子都找不到工作。
或者大學畢業了需要 gap year 又 gap year 一年又一年，這樣的確有很多這樣的情況存在。但是我覺得怎麼說呢，就如果你把它當成一門生意去算這個投入跟產出比，那這個賬我覺得永遠都算不明白。就我個人而言呢，其實我接觸到的有相當一部分家長其實不是在算這筆賬，也没有算过這筆賬，他們只是因為自己從前淋過雨，就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站在雨裡。那這個雨是什麼呢？就是我覺得就是不想讓孩子被一種你一定要成功的聲音裹挟，是不想讓成功只有一種定義，就我们世俗意义上的定義，你要賺很多錢，或者你要，對吧？你要有一份什麼樣的工作，這叫成功。其實我記得就是我兒子在幼兒園畢業之後，我曾經被邀請回幼兒園參加他們的開放日，就是當時園方希望我分享為什麼選擇他們嘛。然後我當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說我活了30多年，那個時候我30多歲，我現在40多歲了。然後我說我活了30多年，我才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人是什麼意思，就是我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然後我就記得台下的那些來參觀的家長就都笑了。這個意識其實是我在生了孩子之後，確實是接觸到不同的教育體系，才開始對自己進行反思，才出現了這種認知的改變吧。因為在相對更先進的教育體系裡啊，一個非常底層的邏輯，它就是你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我們不是為了培養人才而存在的，我們只是為你提供盡可能多的資源，而你只能用你自己來塑造，就是大家一直說那個 by yourself 這個話題聊了很多年，但其實很難做到的。就是其實這個種先進的教育從小就是要告訴你要 by yourself，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從這個角度來看，去計算所謂的投入產出比，本身就偏離了教育的初衷。我覺得，就像比如說我們這一代人吧，為什麼剛剛說 by yourself 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很難，就是因為我們從小我們也很難理解這種教育，就是因為我們從小是在統一標準裡被訓練出來的，我們更像一個零部件，而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不是一個獨立的人。我們不被鼓勵有不同的答案。你在課堂上你要想說一個不同答案，你跟老師唱反調，你試試，對吧？獨立思考很多時候是不受歡迎的，所以我们就是經歷過我自己的成長，我就不希望我的孩子成為一台這樣的訓練機器，我只希望他成為一個有生命力的人，就是一個很簡單訴求，沒有計算過那些。當然我這裡並不是說在否定國內教育啊，國內教育體系有它形成的歷史和原因，這個是我們國家目前最好的一種這個教育體系了，我覺得，而且它也培養出了非常多優秀的人。我只是分享我的個人體驗，就是在國際學校的這些年，我其實確實是在和孩子一起在學習，我在打破從前的認知。我也是一個我自己重新自我成長的過程。我越來越覺得呢，就是成長它不是學會一門語言或者考慮什麼證書，而是認知層面的變化。就是我生了孩子之後，在給孩子擇校，在給孩子選這個教育體系，以及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我其實自己也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成長。所以一個好的教育體系也不只是讓孩子受益，我覺得也會讓家長打開自己的視野。當然了，話說回來，我覺得給孩子選擇什麼樣的學校本身就需要多維度的考量，而且也並不是說，只要是國際學校就是好的，就是先進教育啊，然後你是媚外的，只要是國外的教育就是好的，不是。其實國際學校和國際學校是不同的，而且可以說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學校打着這個國際學校的名頭，實際上只是一個會上幾節英文課的這種民辦機構，這裡我就不展開說了吧，這個話題太久了。哇，這個飛機聲音好大。另外呢，國際學校它其實也有那個不同的教育體系，比如說 IB 呀、Level 呀，還有 AP 呀，包括這裡面有比如說獲得認證 CS 啊，或者是 WASC、NEASC 認證的這些概念，其實這裡面還是挺複雜的。這些呢有機會我再展開講吧，今天就這個話題就不展開說了。總之呢，家庭的經濟條件，我覺得當然是一個基礎，然後對孩子的期待，孩子本身的性格特點，我覺得都會影響說你來選擇這條路適不適合你。其實我覺得選擇任何一種教育體系，任何一條路線都有它的優勢和劣勢吧。即使是選了國際路線之後，我覺得比如說哪所學校啊，哪種體系啊，英式啊、美式啊，還是 IB 啊，更適合自己的孩子，我覺得除了需要家長大量的付出精力和時間考驗呢，還有家長的這個判斷力和智慧。所以這裡還有一個，與其說是誤區，不如說是
更接近真相的點就是錢花了效果不一定好，但是你要想效果好，錢是一定得花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当然做家长本身就是一件挺难的事儿，毕竟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做过，都是第一次做家长，也是在慢慢学習的过程，对吧？除了花钱之外，很多事情都是从零開始，一點點摸索，一點點前進。而且你在摸索的過程中，你要先搜集信息吧，然後從大量的信息中，你還要篩選出真偽吧，這就要你的判斷力吧。然後你要篩選出更接近真相和更客觀的信息，然後再還要去做出判斷和決策。這期間呢，你可能還不一定得到社會和家庭的支持，有的時候你也許還是在孤軍奮戰。反正是，我覺得大家一起努力吧，就是大家一起抱團取暖。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也可以在我的視頻下面留言。今天呢，關於國際學校的話題，我就先分享這麼多。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後續我再詳細分享關於教育的話題。今天就聊到這兒，拜拜。